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但是呢，和我们神经系统健康、血液系统以及癌症都非常有关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12。你可能觉得自己的饮食也正常应该不缺乏维生素 B12，但是研究发现50岁以上的人，高达20%的人有 B12 不足的情况。这个 B12 太低它会让你手麻、头晕、记忆力变差。但是如果摄取的太多呢，又可能提高某些癌症的风险。所以呢，它是一个缺了会出事儿，太多了也有问题的营养素。我们今天来深入的解密一下。那么首先，维生素 B12 是什么呢？它到底有多重要？这个 B12 又叫做谷氨素它是我们身体中唯一含有金属元素的维生素。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保持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包括制造我们包在那个神经表面的叫髓鞘的这样一个结构。它还参与红血球的形成，防止恶性贫血。同时呢，它还帮助 DNA 的合成和我们脂肪的代谢。最重要的是，它能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建议成人每日的摄取量为 2.4 微克，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呢要达到 2.6 和 2.8 微克。但是研究发现呢，50岁以上的，特别是吃素的人，还有胃酸低的人，他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率大幅度下降，容易缺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年纪大的人呢，他吃的很多，但是呢他吸收不到。那如果吸收不到，出现维生素 B12 缺乏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早期你就认为是老化焦虑贫血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之前呢有9个重大的警讯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手脚麻木刺痛第二个呢就是头晕站起来呢眼睛会黑一片，还有就是慢性疲劳，注意力不能集中，还有就是舌头容易红肿，味觉变差，皮肤的颜色呢发白发黄。另外就是心悸呼吸短促，特别是稍微动一下呼吸会急促，情绪低落，焦虑甚至忧郁，记忆力呢衰退，这个平衡感变差。这哈佛医学院的报告发现呢，65岁以上的人群中 B12 缺乏和认知退化的风险呢会增加2倍以上。所以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呢，如果有失智的情况一定要查是不是缺乏了 B12。那么为什么会缺呢？其实呢 B12 不是吃肉就够了吗？B12 呢，它的确是存在在很多的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像肝脏、鱼、蛋、乳制品牡蛎和紫菜里面。现代人呢，即便是饮食正常，也可能出现吸收障碍的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胃酸太少。这个 B12 它需要胃酸释放，然后和它的类因子结合才能吸收。还有呢，我们一些朋友长期吃抗胃酸的药或者吃那个2甲双胍，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么它也会影响 B12 的吸收。另外呢，有些朋友做过胃肠手术或者有萎缩性胃炎的，还有专门吃素的全素饮食。对很多人来讲，吃素呢可能是信仰上的问题，或者是一种保健的方法，但是呢，它的确增加你 B12 缺乏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去平衡。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见到过一个38岁的素食女性，最近1年多呢，就经常头晕，记忆变差。检查发现呢，她血清的 B12 呢才150，正常的要在300以上。补充 B12 注射和肠道修复以后呢，很快她的精神状况就明显改善。所以呢，真正的重点不光是吃什么，而且是你能不能吸收。最近呢，有人提出这个 B12 跟癌症的关系B12 多了真的有癌症的风险吗？那是2020年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瑞典的研究，说这个 B12 的浓度超过815的人在没服补充剂的情况下，1年内患癌症风险呢高出4.7倍。这看起来呢是有个相关性，但这并不代表
吃多了 B12 会生癌，或者是 B12 多了会生癌，而是 B12 血症呢，它常常是由肝脏疾病、血癌或者恶性肿瘤造成的一种代谢性的异常。换句话说呢， B12 的不足也跟 DNA 修复失误、基因突变有关，而这会增加乳癌、大肠癌和胰腺癌的风险。这是美国癌症协会2021年的说法。所以呢，最关键的不是多和少，而是呢要维持在适中的水平。多和少都跟癌症的风险有关系但并不一定是说补充多了 B12 就会造成癌症的问题。那么正常情况下呢，250到900这个都是安全地带，是吧？但是每个人呢的安全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不要是这个死抠这个数字，而是跟你的整体的状况有没有关系？那个9大症状你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呢，你就需要小心。总而言之吧，缺乏了 B12 对神经、对身体代谢都有问题，多了也可能是我们身体代谢异常的表现之一。所以呢，吃什么怎么补才最合适呢？所以我们看看，先从食物的排行来算，猪肝里面含这个 B12 最多。过去人们说贫血的时候喝那个猪肝汤，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还有就是牡蛎，牡蛎里面不光含锌多，含 B12 也多，是吧？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海鲜食物。还有就是鲭鱼鸡蛋、紫菜。所以呢，如果你每周吃2次鱼1次肝脏每天吃1颗鸡蛋，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你的 B12 的要求。那么素食的人呢，你只好补充了，是吧？补充这个甲基化以后的 B12。另外呢，吃药的人也要注意，你比如说吃刚才说的治胃酸的药还有2甲双胍。另外呢，这个血里面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你也要关心如果高了以后，那么你可能需要的补充就多一些另外呢，这个补充 B12 每天呢1000个微克可以有效的提升呢水中的浓度这是营养这个周刊上报道说的，而且呢比注射的方式呢更稳定、更安全，也就是说口服比较好。从中医来讲它把 B12 归为一种气血两虚类的，或者是肾精不足的范畴。所以呢，你的症状手麻、头晕都属于气虚血少；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呢，都属于肾精亏损。湿红少苔、成色淡都属于血虚之象。所以调理的原则呢，就是补气养血、健脾化湿养肾填精这是这样一个。所以呢，它有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猪肝红枣汤，它就能够补血生气，或者用黄芪党参来炖鸡，那个就是能够强脾益气还有就是枸杞、黑芝麻糊加在一起，非常养肝肾，再加上适度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就可以改善吸收和造血的功能。我们有一个68岁的男性患者，他经常抱怨慢性疲劳和脚底麻木查了一下 B12 只有190，同时呢同型半胱氨酸也高，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停用长期吃的胃药改用比较温和的中草药来调理脾胃，而且每天呢口服 B12 1000个微克，再加上 B 群的复合配方，3周以后麻木就明显改善，2个月以后呢，这个 B12 水平升到450精神也明显变好。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缺乏 B12 不只是营养问题也是身体代谢的一个重大的障碍。只有同时打开脾胃、神经和气血的通道，健康呢才能够恢复。维生素 B12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细微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能量因子保持平衡、定期检查、调整饮食，就能让我们的大脑比较清晰，气血比较顺畅生命力比较充沛。好，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问题和经验，您的订阅对我们很重要。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
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